大家好，这里是文澜小屋。本期我们介绍的是 John Bogle 的约翰·伯格的常识投资。John Bogle 是先锋领航集团 Vanguard 的创始人。1976年，先锋领航推出 First Index Investment Trust， 后来成为 Vanguard 500 Index Fund 的前身，把低成本指数投资带到了普通个人投资者面前。这本书表面上讲的是指数基金，背后追问的却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市场长期创造的回报，最后到底有多少能留在普通投资者手里？很多人进入市场时，第一反应是寻找更聪明的人。谁能选出下一只好股票？谁能提前判断市场拐点？谁能找到连续跑赢的基金经理？谁就似乎更接近财富。但 John Bogle 的切入点相反，如果所有投资者加起来就是市场，如果每一笔管理费、销售费、交易成本和税负都会从总回报里扣走一部分，那么普通投资者该争取的可能不是每一年都打败别人，而是尽量别把市场本来给出的回报交出去。让我们翻开这本书，从战胜市场这个最常见的目标开始，算清聪明承诺背后的成本，最后回到一个更朴素的问题：普通投资者怎样用低成本、广泛分散和长期纪律，把长期回报尽量留在自己手里。投资里最容易让人兴奋的词是战胜市场，它听起来像一场个人英雄主义的比赛，有人更聪明，有人更勤奋，有人更早读懂财报，有人更快看见趋势。很多人一进入市场，就自然地把目标设成：我要找到那个能跑赢市场的人，或者我自己成为那个能跑赢市场的人。但在讨论谁能跑赢之前，必须先看一眼市场的总账。所谓市场，并不是一个站在所有投资者对面的敌人，所有投资者加起来持有的就是市场本身。你买入一只股票，另一边有人卖出；你买入一只基金，基金背后也还是一组股票和债券。把所有人的持仓加总起来，他们不会神奇地超过市场，他们就是市场。这意味着一个很朴素的结论：在扣除成本之前，投资者整体拿到的就是市场整体回报。如果一部分投资者获得了高于市场的结果，另一部分投资者就会低于市场。有人能赢，不等于所有人都能赢。战胜市场可以是少数人的相对结果，却不可能成为全体投资者共同的平均结果。这个逻辑看似简单，却会改变投资问题的起点。普通投资者需要问的，不是市场里有没有赢家。市场里当然有赢家，每一年都会有表现耀眼的基金、行业和股票。关键是，在结果还没有发生之前，你能不能可靠地识别出这些赢家？在他表现落后的几年里，你能不能坚持持有？在所有费用和税负扣掉之后，他还能不能给你留下高于市场的净回报？一旦这样看，战胜市场就不再只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而变成一件需要被严格检验的事。因为市场总账不会因为每个人都更努力就自动变大。所有人都想拿走比平均更多的一份，但平均数本身不会因此改变。投资者越早看清这条边界，越不容易把自己的长期财富压在一个听起来很聪明，但整体上不可能人人实现的承诺上。看清市场总账以后，很多人还是会说，就算全体投资者不可能都跑赢市场，我只要找到那一小部分优秀管理者，不就可以了吗？这正是主动投资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每一年市场都会出现明星基金经理，都会出现表现靠前的行业，都会出现几只涨幅惊人的股票。他们被财经媒体反复报道，被销售材料放在最醒目的地方，也很容易让普通投资者产生一种感觉：答案就在这些赢家里面。问题在于，投资者看到的赢家往往已经是结果。一个基金连续几年表现很好，不代表你在它起飞之前就能识别它。一个行业在过去几年涨得很快，也不代表未来几年还能继续领先。市场里当然存在能力、运气和风格周期的差异，
但普通投资者面对的难题是在事前区分他们，并且在长期里承受他们必然会出现的低迷阶段。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 S&P Dow Jones Indices 长期发布标普指数与主动基金计分卡 SPIV Scorecard， 用来比较主动基金和对应指数的表现。这类长期统计不是为了说明某一年主动基金必然落后，而是提醒我们，把时间拉长以后，持续跑赢基准并不容易。2025年美国市场 SPIVA 年终报告显示，2025年有 79% 的美国大型股主动基金落后于标普500指数。即使是在专业机构云集的市场里，战胜基准也远不是默认状态，更不能被普通投资者当成理所当然的起点。现实中，普通投资者常常不是在基金冷门时买入，而是在它已经上榜、已经被报道、已经积累亮眼业绩之后才注意到它。等故事足够动人时，价格、规模和预期往往已经发生变化。过去的赢家被追捧得越厉害，未来继续超越的难度就越高。买入的那一刻，投资者以为自己买到的是能力，实际上也可能买到了一段已经被充分定价的过去。因此，明星经理和热门基金不能成为默认答案，不是因为市场里没有优秀管理者，而是因为普通投资者要同时做对3件事：提前识别、合理买入、长期坚持。任何一个环节出错，结果都可能从找到赢家变成追逐过去的赢家。这里要破掉的幻觉是，看见少数人赢过市场和自己能够可靠地找到并长期持有它们，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市场里有没有赢家？当然有，每一年都会有人跑赢指数，也会有基金排在同类前列。问题从来不是赢家是否存在，而是普通投资者能不能在事前识别它，并在漫长时间里完整拿到它的结果。这中间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差。排行榜展示的是过去，投资决策面对的是未来。当一个基金排到前列时，它已经完成了那段优秀表现；当一个行业成为热门时，它的故事已经被越来越多人听见；当一个基金经理被包装成明星时，他过去的成功已经进入投资者预期。普通人此时买入，买到的不是过去那段收益，而是未来一段不确定的结果。更难的是坚持。一个长期优秀的策略，也可能连续几年表现落后；一个有能力的基金经理，也可能遇到风格不适合的市场阶段；一个看起来朴素的指数策略，也会经历下跌和长期横盘。投资者嘴上说愿意长期持有，但账户一旦连续落后，媒体开始质疑，身边人开始讨论新的热点，很多人就会忍不住换到看起来更有希望的地方。资金由此进入一个反复出现的循环，资金流向过去表现好的基金，基金规模变大以后继续超越的难度上升，投资者在高光时刻买入，在低迷阶段怀疑，在另一个热点出现时离开。最后，市场里确实有赢家，但很多投资者没有完整经历赢家创造回报的那段时间，他们经历的是追逐、等待、怀疑和切换。因此，找到赢家不能作为大多数人的基础方案，它要求你不仅判断对人，还要判断对时间；不仅买得对，还要卖得少；不仅能承受波动，还要能承受自己短期看起来不如别人。这个要求比一句选好基金难得多。这些幻觉连在一起，会把投资者推向同一个误区，把不确定的主动胜出当成可以轻易买到的结果。可一旦主动胜出本身需要被严格检验，成本就不再是边角问题。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费用、交易和税负，开始变成判断一个策略是否值得相信的第一道门槛。破掉人人都能战胜市场的幻觉之后，成本这笔账才开始变得清楚。因为主动投资不只是要证明自己比市场更聪明，还要先跨过一条确定存在的门槛——成本。基金费用率看起来经常只是一个很小的数字，0.几%，
1%，放在1年里，好像不至于改变命运。但投资不是只发生1年，费用每1年都会从资产里扣除，被扣掉的不只是当年的一点钱，还有这部分钱未来继续复利的机会。也就是说，费用不是一次性支出，而是会跟着时间一起增长的扣除项。做一个简化计算，假设一个账户有10万元本金，市场年化回报为 7%， 投资30年。如果没有费用，账户大约会增长到76万元。如果每年成本是 0.05%， 结果大约是75万元。如果每年成本是 1%， 结果大约是57万元。如果每年成本是 2%， 结果大约是43万元。这里的重点不是预测未来市场正好给出 7%， 而是看清一个方向，费率差距越高，时间越长，留下来的结果差距就越大。费用容易被低估，正因为它不像一次亏损那样刺眼，也不像市场暴跌那样让人立刻紧张。它安静地发生在每1年，写在基金说明书里，藏在净值背后，看起来像一项正常服务。但长期投资比较的不是毛回报，而是扣掉所有成本之后的净回报。一个策略如果每年多收 1%， 它就不是只要多赚 1% 那么简单，它要在每1年都先把这部分成本补回来，才谈得上给投资者创造额外结果。成本不是小数点后的细节，它是主动承诺必须先偿还的债。一个基金经理可以讲研究能力，可以讲选股框架，也可以讲风险控制，但普通投资者最后拿到的是扣费后的账户余额。故事再动听，如果长期覆盖不了成本，故事就会留在宣传材料里，差距却会留在投资者账户里。管理费只是成本的一部分，更容易被低估的是行动本身也会收费。买入、卖出、换仓、追逐热点、赎回旧基金、申购新基金，每一个动作看起来都是为了提高回报，但每一个动作也可能带来交易成本、买卖价差、税负和时间点错误。换手率就是一个重要概念，它大致反映一个投资组合在一段时间内更换持仓的频率。如果一个基金1年内把组合里的大部分股票都换了一遍，它看起来很积极，研究员也许很忙，交易记录也许很多，但这些动作并不是免费的。每一次买卖都可能产生交易费用，可能承担买卖价差，也可能触发应税收益。对投资者来说，关键不是基金有多忙，而是这些忙碌之后，扣掉成本还能留下多少。这件事可以用一个日常场景理解。假设2个人都持有一组类似的股票，一个人基本不动，另一个人每隔几个月就换一批持仓。市场整体给他们的机会差不多，但频繁交易的一方需要不断支付摩擦成本，还要不断做对买卖时点。哪怕每一次成本都不大，累积起来也会变成长期负担。更麻烦的是，交易越频繁，判断错误的机会也越多。你不仅要选对买什么，还要选对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换到哪里去。税负也是同样的道理。账面上赚到的钱，并不等于最终留在账户里的钱。频繁实现收益，可能让投资者提前缴税，而低换手、长期持有，则可能让税负递延得更久。递延本身也有价值，因为暂时没有交出去的钱，还可以继续留在账户里参与复利。因此，投资结果不能只看这个策略有没有抓到机会，还要看他为了抓机会付出了多少行动成本。一个看起来更勤奋的策略，如果不断交易、不断换仓、不断制造税负，它必须创造足够多的额外收益，才能抵消这些确定损耗。普通投资者需要警惕的是把每一次行动都理解成进步。很多时候，账户不是被一次大错打败，而是被一连串看起来有理由的小动作慢慢削薄。费用、交易和税负之所以反复出现，并不只是因为投资者自己喜欢折腾，他们常常和金融行业的商业模式有关。金融行业很难靠什么都别动来讲故事。
一个销售人员需要新产品，一个投顾需要新建议，财经节目需要新预测，基金公司需要新主题。市场涨了，可以讲新机会；市场跌了，可以讲防守策略；某个行业热了，可以推出相关产品；某个风格冷了，又可以提醒投资者调整组合。每一个故事都可能有它的道理，但从商业模式看，故事越多，行动越多，收费机会也越多。这不是说所有金融服务都没有价值，也不是说所有主动管理都不值得研究。关键在于行业获得收入的方式和普通投资者长期积累财富的方式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行业收入通常来自管理费、销售费、交易和资产规模，投资者关心的是扣掉这些费用以后，自己账户里还剩下多少。卖方需要让投资者相信现在该做点什么，长期投资者却经常需要反过来问，这个动作真的提高了我的净回报吗？还是只是让我又支付了一次成本？聪明承诺的危险就在这里，他通常不会直接告诉你成本不重要，而是让你相信未来额外收益足以覆盖成本。更好的研究，更灵活的交易，更及时的判断，更复杂的策略，听起来都像是在提高胜率。但只要额外收益不能长期兑现，确定成本就会留下来。投资者买到的是希望，账户承受的是扣除。主动胜出本来就不是默认结果，还必须先覆盖确定成本，而这些成本又会被产品、预测和交易持续制造出来。问题变得更具体，如果超额收益不确定，成本却确定，普通投资者能不能从一开始就选择一种更不容易被成本拖累的方式？预测未来赢家很难，控制成本相对清楚，判断每一次拐点很难，减少不必要交易相对清楚，压中少数机会很难，让自己不被少数判断拖垮相对清楚。长期更能发挥作用的，往往不是更复杂的承诺，而是这些看起来朴素却能反复执行的选择。当主动胜出必须同时经过市场总账和成本检验，指数基金的意义才会显出来。它不是承认自己不懂投资，也不是相信市场永远温和，而是换了一个问题，与其不断购买别人对未来的判断，能不能用更低成本拿到市场本身长期创造的那部分回报。所谓指数基金，核心很简单，它不是让基金经理每天去判断哪家公司更好，哪个行业马上上涨，市场拐点什么时候到来，而是按照一个公开指数的构成去持有一篮子证券，尽量复制这个指数的结果。他放弃的不是投资本身，而是放弃把长期结果压在频繁预测和持续选股上。这种做法一开始并不符合华尔街熟悉的销售语言。主动基金可以讲研究团队，可以讲明星经理，可以讲独家判断，可以讲自己为什么有机会领先别人。指数基金能讲的东西反而很朴素，我不承诺比市场更聪明，我只尽量接近市场，我不把大量成本花在寻找赢家上，我把成本降下来，我不告诉你明年哪只股票会赢，我让你参与一整个市场组合。1976年，先锋领航推出 First Index Investment Trust， 它后来成为 Vanguard 500 Index Fund 的前身。放在今天看，指数基金已经是普通投资者非常熟悉的工具，但放回当时的环境，这个想法并不耀眼。它没有华丽故事，也没有预测神话，更像是在提醒投资者，如果你无法稳定识别未来赢家，至少不要反复为这种不稳定能力支付高额费用。指数基金反直觉的地方在于，它表面上接受市场平均，实际追求的是扣费之后更可靠的净结果。因为很多人以为自己买的是更高回报，最后买到的却是高成本、高换手和高期待。而一个低成本的市场组合，虽然不承诺每一年领先别人，却能把大量原本会被费用和交易吞掉的回报尽量留在投资者账户里。它不是一句什么都不用想的懒人答案，它背后有一套清楚的取舍，不把未来压在少数预测上，
不为复杂故事持续多付费，不让金融行业的销售节奏决定自己的行动频率。它改变的是普通投资者面对市场时的姿态，与其追问谁能保证赢，不如先问什么东西能长期降低确定损耗。低成本解决的是尽量别把回报交出去的问题，但它还不够。一个投资者如果用很低成本压在少数股票、少数行业或少数判断上，成本是低了，命运却仍然集中在几个选择上。更稳固的长时投资还需要第二个支点：广泛分散。分散投资经常被讲成一句熟悉的话，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在股票市场里，这句话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长期回报并不是由每一家公司平均贡献的，很多公司会衰落，会被替代，会在竞争中失去优势，创造巨大长期财富的，往往是后来才被看清的少数赢家。问题是，在他们变成赢家之前，普通投资者很难确定哪几家公司会穿越几十年竞争，成为最后留下来的那一批。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的 Hendrik Bissenbinder 在一篇关于美国股票长期回报的研究中，对1926年以来的美国普通股表现做过统计。研究显示，如果用股票整个存续期间创造的美元财富来衡量，表现最好的大约 4% 上市公司解释了美国股市自1926年以来的净财富创造，其余股票整体上大致相当于短期美国国库券。这个结论不是让普通投资者去猜那 4% 是谁，恰恰相反，它说明猜中长期赢家有多难。如果市场长期回报高度集中在少数赢家身上，那么过度集中持股的风险就会变得很清楚。你可能买到未来的大赢家，也可能错过贡献回报的公司，你可能押中一个热门行业，也可能在行业轮动之后被留在原地。看起来更集中的组合，短期也许更刺激，故事也更容易讲清楚，但它要求投资者对未来赢家有很强的识别能力。普通投资者如果没有这种优势，就不应该把人生储蓄压在这种判断上。广泛分散的价值正是让投资者不必提前知道哪一家公司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你不需要在干草堆里找出那根针，而是持有整个干草堆。这样做不会让你避开所有下跌，也不会让账户每一年都舒服，但它能降低一个更严重的风险，因为选错少数标的而错过市场创造财富的那部分来源。指数基金和广泛分散结合起来，关键就在这里。低成本降低费用拖累，分散降低单一判断拖垮账户的风险。前者解决长期回报被扣走的问题，后者解决未来赢家无法提前确定的问题。两者连在一起，投资就不再是不断寻找一个完美答案，而是建立一个不需要每次都猜对，也能参与长期市场回报的结构。低成本和广泛分散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发挥作用，投资者要能把它们持有下去。一个成本很低、分散很广的组合，如果在市场下跌时被卖掉，在热点出现时被换掉，在短期落后时被放弃，最后仍然可能变成一场追涨杀跌。长期持有不是装饰词，而是让前面所有逻辑落地的纪律。很多投资者的问题并不是完全不知道什么是好策略，而是很难在不舒服的时候继续执行。市场上涨时，人会觉得自己应该更激进；市场下跌时，人会觉得自己应该先躲开；某个主题火热时，人会怀疑自己的组合太平淡；别人短期赚得更多时，人会觉得自己正在错过机会。每一种情绪单独看都有理由，但如果每一次情绪都变成交易，低成本和分散就会被行动本身慢慢破坏。长期持有要抵抗的不是信息，而是把每条信息都转化成动作的冲动。财经新闻每天都会给出新的解释，通胀、利率、战争、科技、政策、财报、选举、经济衰退、市场反弹。解释越多，投资者越容易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可长期账户最需要的往往不是对每条新闻都反应，
而是有一套事先想清楚的规则。资产配置为什么这样安排，能承受多大波动，什么情况下再平衡，什么情况下只是继续持有。长期持有也不是盲目忍受，它不是说买入以后永远不检查，也不是说任何变化都不重要。关键是区分两件事，一种是计划本身出了问题，比如风险承受能力变了，资金用途变了，配置比例偏离太多；另一种只是市场短期价格在波动。如果把第二种情况误当成第一种，投资者就会不断修改计划。如果每次修改都发生在恐惧或兴奋最强的时候，账户就容易被自己的情绪牵着走。普通投资者能控制的，并不是市场今年给多少回报，不是哪只股票成为未来明星，也不是主动基金经理下一阶段是否领先。你能控制的是自己的成本，是组合是否足够分散，也是自己是不是把短期噪声变成频繁交易。投资里最朴素的常识，往往不在于知道更多预测，而在于把几个清楚的原则反复执行下去。低成本、广泛分散和长期持有放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答案。低成本让你尽量不把市场回报交给别人，广泛分散让你不把未来压在少数判断上，长期持有让你不在情绪最强的时候拆掉自己的结构。他们单独看都不复杂，难的是在漫长时间里不被更动听的故事带走。约翰·伯格的常识投资是一本讲指数基金的书，但他留下来的不只是一个产品选择，而是一套面对市场的朴素判断。他提醒普通投资者，市场长期确实会创造回报，但这份回报不是自动完整落到账户里，它会被费用扣走，被交易磨损，被税负提前拿走，也会被一次次追逐热点换来换去的冲动消耗掉。很多时候，投资者以为自己在寻找更高收益，实际却不断把市场本来给出的那部分结果交给了成本、预测和故事。这本书最重要的常识是把问题从我能不能战胜所有人改成我能不能把该属于自己的那份长期回报留下来。低成本是不让费用长期侵蚀账户，广泛分散是不把未来压在几个判断上，长期持有是不让短期情绪拆掉原本合理的结构。它们听起来不刺激，也不适合包装成抱负神话，但正因为朴素，才更考验一个人能不能长期执行。当然，常识投资并不保证每一年舒服，也不保证任何时候都不亏损。市场仍然会下跌，经济仍然会衰退，账户仍然会经历难看的阶段。改变的是，投资者不再把希望寄托在每一次预测上，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那些自己能控制的地方，成本、分散、纪律和时间。这里是文澜小屋，我们不追求创富的奇迹，只希望通过分享全球经典好书，用逻辑武装你的财富大脑，陪你在投资的路上慢慢变富。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还请帮忙点赞、转发，并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相信你的每一次举手之劳，都是为更有价值的知识投票，也会让更多人能在这片认知的迷雾中看清真相。也相信你聆听本期视频的时间付出，会在未来化作认知上的复利，为你带来更稳健的回报。感谢你看到这里，我们下期见。